德黑兰失控，美国亮剑，伊朗政权还能活多久？库皮扬斯克告急，俄军遭遇重大挫败。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伊朗的反政府大规模抗议已经进入第3周，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局部示威迅速蔓延到全国。伊朗政府随即出动安全部队武力镇压，街头对峙不断加剧，暴力冲突的烈度也在持续上升。有专家判断，以目前状态来看，伊朗政权未必能撑过2026年底。最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内部结构性变革，要么就是权力体系发生重大重组，留给哈梅内伊核心圈层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1月7日抗争明显扩大算起，截至目前，除了德黑兰、色拉子、伊斯法罕等传统大城市，全国31个省至少1400多个地点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朗当局大规模切断国内与外部的网络连接，包括社交平台、国际线路，甚至连部分低轨卫星通信也受到干扰，信息封锁的力度前所未有，镇压行动也在同步升级。伊朗安全部队在多地采取更强硬手段，引发外界高度关注。1月13日，一名不具名的伊朗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在持续2周多的抗议中，死亡人数至少已达2000人。这是伊朗官方首次松口承认出现大规模人员死亡，但当局否认这是镇压所致，而是将责任归咎于所谓的恐怖分子制造混乱。不过，根据伊朗当地医院通报的数据以及海外专业机构的估算，截至1月10日，抗议者相关死亡人数可能已经突破6000人，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进入医院系统的案例。近日，社交媒体上流出一段拍摄于德黑兰卡赫里扎克法医中心的视频，画面显示法医中心外面挤满了人群，在人群中的推车和地上都摆放着不少黑色丝带，看袋子的鼓鼓囊囊的样子，应该都不是空的。一名德黑兰的外科医生表示，冲突后期伤情性质发生明显变化，一开始只是橡皮子弹和铅弹，后来变成了全自动武器射击，造成了你在战区才能看到的那种创伤。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常规警力撤离后，伊朗革命卫队与巴斯基民兵带着军用级武器冲了进来。这起无差别枪击事件甚至震惊了见多识广的医生们。血腥镇压越演越烈，伊朗民众的忍耐正在耗尽，反击开始指向替政权卖命的人。1月3日，伊朗马列克沙西市的革命卫队军官拉希米命令革命卫队向抗议者开火，导致至少9名抗议者死亡。事后，幸存下来的抗议群众找到了拉希米的住处，对他进行了报复，当场将其射杀。另外，马拉德的国家安全部队上校沙辛·德赫甘以及洛尔代干的革命卫队指挥官阿桑·法拉马奇2人均被抗议者打死。目前，德黑兰当局依然否认暴力镇压导致民众死亡，并持续将责任指向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外部行动。针对伊朗境内大量抗议民众死亡的情况，美国方面也开始陆续采取应对措施，局势明显升温。美国驻伊朗虚拟大使馆在当地时间12日晚发布公开声明，呼吁仍在伊朗境内的美国公民尽快离境，以避免因当局实施的交通、通信或网络封锁而陷入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2日宣布一项强硬举措，自即日起，任何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其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将一律被加征 25% 的关税。特朗普强调，这是一项最终命令，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他针对伊朗大规模抗议局势向伊朗神权当局施压的第一记重拳。此外，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或已进入最后阶段，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也明显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月12日，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再次被问及伊朗问题时表示，他确实已经考虑过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并直言对方的行为越过了红线。不过，特朗普随后表示，美方仍在评估外交途径的可能性。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的表态也与此保持一致。他强调，外交谈判依然是美国的首选方案，并指出伊朗对外释放的信息与其内部的强硬表态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换句话说，伊朗在国内舆论上维持强硬姿态，但在对外沟通中却显露出一定程度的缓和信号。目前美方尚未公布最终决策，但在公开表态之外，美军的动作并未停下。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已经为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或潜在任务做好准备。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在波斯湾方向的活动明显增加，多架空中加油机从卡达起飞。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在为战略轰炸机和先进战机提供支援保障。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显然在同步推进两条路线，一方面持续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保留谈判空间。分析认为，不排除美方先通过有限度的军事行动施压，再以此推动谈判进程的可能性。美国对伊朗的选项正在明显扩展，而且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打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在12日披露，2名国防部官员证实，特朗普已经听取了一整套针对伊朗军事与秘密手段简报，范围远不仅限于传统空袭行动。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将在13日召开闭门会议，讨论一份更新后的对伊朗行动方案。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亲自出席，但可以确认的是，军事选项已经被系统性摆上桌面。按照披露内容，空中打击和远程导弹依然是任何军事行动的核心。但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的规划人员也提出，通过网络战和心理战削弱伊朗的指挥系统、通信网络以及国营媒体的运作能力。美方官员将这种做法称为整合行动，也就是网络战、信息战与传统军事力量可以同步展开，必要时也能单独执行，作为低烈度但持续性的施压手段。不过，国防部并未透露哪些伊朗的数据基础设施被列入潜在目标，也没有说明针对伊朗国营媒体的心理战具体会如何展开。2名官员都强调，目前仍未做出最终决定，外交渠道依然保持畅通。但从选项清单的规模来看，华盛顿显然正在为各种情境做准备，而且冲突的形态可能早已不限于战机和导弹，而是延伸到网络空间和舆论战场。与此同时，美国的部分盟友也开始陆续表态。前美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近期突然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与塔利班高层官员举行会谈。会后，阿富汗方面释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如果能够换取美国的持续援助，不排除在军事层面配合美方行动。这一说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欧洲方面态度同样转趋强硬。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宣布，欧盟将禁止所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人员和代表进入欧洲议会大楼，并暂停与伊朗的官方外交接触。他直言，欧盟无法接受一个依靠镇压、酷刑与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而在伊朗国内抗议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储也公开发声，他发布视频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施压，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并强调不能让现有统治集团获得喘息空间。不过，从外部观察来看，伊朗反对阵营目前仍缺乏一个具有广泛号召力的核心领导人物，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台湾财经评论人谢金河也在社交平台分析指出，伊朗政局出现重大变化，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他提到，过去几年中，伊朗已经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层面连续遭受重创，包括高层安全体系的削弱、经济持续恶化以及民生问题不断累积。谢金河认为，
伊朗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加上当前抗议浪潮，确实为体制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与此同时，这场动荡中仍未出现一个清晰的新方向或新领导力量，这也让未来走向更加难以预测。综合来看，伊朗正站在一个高度危险却又充满变数的节点上，外部压力在增加，内部抗议在扩大，但通往改变的道路仍然布满未知。2026年1月13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20天。从整体战局来看，前线态势依旧焦灼，但多条战线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细微却关键的变化。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展开进攻行动，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战线保持稳定。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事明显升温。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北部取得一定进展，同时在米尔诺赫拉德方向向前推进。乌克兰第7军正在米尔诺赫拉德西北郊区尝试重新集结兵力，以稳住防线。乌克兰第7军通报称，俄军突击部队正试图向波克罗夫斯克北部推进，目标是突破铁路防线，并进一步向格里申内方向发展。对此，乌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出动无人机和火炮打击俄军集结区域，成功扰乱其进攻节奏。目前，该方向交火激烈，战斗仍在持续。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向胡利亚伊波列发起进攻，战斗已演变为逐街逐屋的巷战。乌军正全力阻止俄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城区反复拉锯，消耗极大。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乌军成功摧毁多件俄军装备，并打击其人员，迫使俄军攻势受阻，未能向前推进。库皮扬斯克方向，局势对乌军明显有利。乌军第13旅已控制库皮扬斯克市议会大楼，并正在推进城市清剿行动。当前，俄军在市区内仅剩零散兵力，人数不足数十人。与此同时，乌军还向扎赫里佐维以南地区推进，进一步击退俄军，并稳固阵地。综合多方信息来看，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遭遇了难以逆转的重大挫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乌军第13旅并非单一部队，其中包括隶属国民警卫队的第13宪章旅，以及隶属陆军体系的第13列兵旅。市议会大楼升旗，意味着乌军步兵接管了该区域，但并不代表城内所有俄军残余已被完全肃清。据俄罗斯军事博主披露，普京已要求俄军在2月底前重新夺回库皮扬斯克，但从现实军事条件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该方向作战的俄军第6集团军损失惨重，且短期内难以获得有效补充。利曼轴线战局长期保持相对稳定。该方向乌军第3军团在与俄军第20集团军的对抗中表现从容，整体处于可控状态。巴赫穆特西侧的恰索夫亚尔局势再度紧张。乌军第24旅在1月12日通报称，俄军明显加大进攻力度，动用了包括多管火箭炮在内的重型火力。若俄军成功占领这座位于顿涅茨克州东部的高地城镇，将可利用地形优势，对科斯季安季尼布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形成更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早在2025年7月便宣称已完全占领恰索夫亚尔，但乌方当时予以否认。如今的战场态势已让这类说法的真实性不言自明。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过去48小时内，乌军发起了一轮防御性反攻，战斗集中在罗丁斯克、大米城以及波克罗夫斯克城铁路以南区域。这类反击的主要目的是扩大防御纵深，而非全面反扑。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在罗丁斯克方向歼灭了俄军第51集团军一支冒进的突击分队，摧毁多管火箭炮1门，布汉克轻型多用途车辆5辆，全地形车2辆，并击毁多辆卡车与轿车。南线胡利亚波尔战场，双方均承受巨大消耗，战况高度焦灼，短期内难以分出胜负。总体来看，俄军在多个方向持续施压，但进展有限。乌军
则在关键节点稳住防线，并在局部制造反击窗口。战场仍然僵持，但力量天平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战火已经不再只停留在前线。当地时间1月11日前后，乌克兰游击组织 H 突然对莫斯科周边发动了一次突袭。据多个开源情报频道披露，这次被袭击的目标位于俄罗斯第5防空师控制区内。行动过程中 ，H 成员不仅破坏了防空阵地，还直接烧毁了一座俄军通信塔。从现场流出的视频画面来看，俄军阵地燃起大火，期间还伴随着多次爆炸声。拍摄完成后 ，H 小组迅速撤离，行动相当干净利落。当然，俄方频道第一时间否认了相关说法，俄罗斯官方目前也尚未回应，这起事件仍有待进一步核实。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已经多次遭到乌方不同形式的袭扰。此前，西方情报机构就曾判断，莫斯科本身可能会成为乌克兰今年的重点行动方向之一。如果这次袭击最终被确认，那也将是近期乌克兰力量首次成功渗入莫斯科周边区域，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另一方面，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迈入一个全新阶段。据英媒《每日邮报》披露，伦敦方面正在为基辅研发一种全新的弹道导弹项目，代号夜幕降临。这款导弹的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意味着在理论上已经具备直接覆盖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能力。更关键的是，它的弹头重量达到200公斤，并且支持密集齐射。也就是说，在俄军完成反应和拦截部署之前，乌军就可能已经完成多轮打击。英国国防部已为该项目初步拨款900万英镑，用于前3枚导弹的测试工作，后续还将持续追加资金。英方明确表示，这是在俄罗斯持续大规模轰炸乌克兰城市的背景下启动的项目。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直言，这是一项长期战略投资，目标不是升级冲突，而是提升乌克兰的反击与威慑能力。其实，乌克兰并不缺远程打击手段。目前，乌军已经拥有多款巡航导弹，比如自主研发的火烈鸟，射程甚至可达3000公里。但问题在于，巡航导弹容易被拦截，而弹道导弹在突防能力上明显更强。正因如此，英国这次出手正好补上了乌克兰在弹道导弹领域的关键短板。500公里的射程也足以让乌军在边境地带对俄罗斯纵深重要目标形成持续压力。而英国的支持并不只停留在进攻层面。作为俄乌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西方大国，伦敦的投入一直相当扎实。英军的渡鸦防空系统至今仍在为基辅上空提供保护，英乌联合研发的拦截型无人机也用更低的成本进一步增强了防空效率。此外，英国还提前拨款 2.7 亿美元，为未来可能在战后向乌克兰境内部署部队做准备。目前，英法两国已确认将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其中就包括派遣军队等选项。相比之下，英国显然比法国迈出了更实质性的一步。防空方面，美国的动作也在同步推进。据防务快报报道，乌克兰已经接收了一套新型美制防空系统“暴风雨”。该系统主要针对的是低空短程无人机的拦截，用于填补防空网络中的最后1公里。这也说明，在增强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乌军同样清楚，防空能力依然是当前最迫切的需求之一。综合来看，战场正在发生一个明显变化，乌克兰不再只是防守，而是在逐步构建打得远、扛得住、反应快的立体作战能力。而这场战争的外溢效应也正一步步向莫斯科本身逼近。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